今天将为大家分享猎手炮破视角炮的精彩变化。可以说，视角炮对于我们初级棋友稍微不太友好。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直接进入精彩对局，为大家充分讲解。红方当头炮，黑方也架当头炮，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猎手炮。此时红上马，黑方选择马八进九，红方出车抓炮。在这里前面我们讲过，黑方炮八平七的话，就形成了一个足铁炮，也被局中秘称之为撵炮。那么它还有第二个变化，就是炮八平六，这样的话抢先的占据内道线，同时也是视角炮。就目前布局流行的说法，称之为五六炮。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为什么说对我们初级棋友稍微有点犯难呢？主要是第一，它占据内道线；第二，它这里始终让你走不到马八进七。这样的话，子力出不来的话，相对而言，我们比较喜欢走当头炮双正马的朋友就稍微有点犯难了。那么该如何行棋呢？我们不妨借鉴一下古朴的思想，直接车二进八就升到下二线，主要目的接下来平车过来可以压马封制住黑方的一路车，同时还有一个作用可以尾随跟住他的六路炮。此时黑方赶紧先选择马二进三，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红方一计不成呢，再升一计平车跟住炮。这样的话始终既有先手抓炮，同时将来上马的话也是顺理成章。黑方目前有两个变化，士六进五以及士四进五称是保炮，也是补后中路的一种情况。首先我们看他士六进五，那么这里走完之后呢，红方抢先进兵，挺兵制马，黑方出车抓炮，红方跳马，这样结成担子炮。黑方也来了一个来势汹汹进车，此时红方出车。那么好了，走到这里之后呢，比如黑方如果走车九平八快速出车的话，红方走炮八平九平炮亮车，将来即便是他车二平三，这里压马的话，红方可以高车保马，这样的话双方还能够继续搏斗。但是黑方在这里抢先平车吃马。那么前面我们有讲过，一旦对方走到这个阵型的话，那么红方就非常的好进攻了。新来的棋友可以把前面的视频内容结合一起观看一下。因为黑方目前来说中组是有一个单马进行防守的话，那势必我们扔个海底炮，这样的话对他来说就威胁满满。首先我们可以说明，他这里有两种走法，先回马吃炮以及先进车吃马。首先我们看他进车吃马的话，这样的话是输棋最快的。此时这里一吃的话，红方炮八平九，那么接下来相信棋友们就知道怎么杀了。一旦车八进九的话，再次平炮打向闷攻，就是个绝杀。此时黑方也没有办法呀，他心想红方这个车逼近九宫，卡在这里太难受了，选择卒七进一，将来有马九进七的话，把这个车赶走。但是红方直接进车过来，打向就是个闷攻杀。此时黑方选择退士，准备弃炮。那么这里红方就不要上当了，如果说你这里退车吃炮，他是可以退马吃着你的车的。那么好了，这里也发挥一下棋友们的思维了。红方在这里是可以巧妙有连江杀的，看看你能不能想得到的。首先我们说明不能退车吃炮，那么能不能平车吃象呢？这个走法也是可以但是稍微延缓了一个脚步。那么我们不妨借鉴一下古朴的走法，直接平炮打象。这里一将军，黑方仅此士四进五，此时马还踩着车炮退一步，这样的话既挡住马腿，同时这里将军，黑方迫于无奈退士。那么好了，走到这里相信喜欢双车错的朋友一眼就能够看出来，车四平六，接下来平车砍士就是个绝杀。黑方也没有办法呀，他比较顽强的也只能士六进五，但是也无济于事，因为红方这里有一个进炮闷攻杀。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一套运子的手法非常的行云流水呢？这是黑方抢先吃马导致速败的变化。
那么它还有第二个小的分支变化，就是回马先踩掉炮，这里先解决掉后顾之忧，红方进车吃马。此时黑方也进车吃马，吃完之后呢，红方直接中炮发出，这里一炮正五子，接下来平车砍中士，就是大刀弯线的杀法。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黑方也迫于无奈，赶紧车三平四，先守住底线。此时红方要切记了，如果说平车吃士的话，那这里他可以称是吃车，当你平车砍象的时候，他还可以退车回来进行防守。那这样的话，红方在这里白丢一军，但是红方又该如何巧妙走呢？棋友们不妨看看是退车吃炮呢，还是有更加精准的走法呢？这里也是提升我们思维的时候了。那么我们不妨借鉴一下古朴的走法，先平车吃掉象，因为显然这里没有大刀弯线的杀法，吃掉底象的话，这里底线牵制依然有平车吃士这样的绝杀。这也是充分说明了有杀先看杀，反而吃炮的话会贻误战机。此时黑方也没有办法，赶紧退车回来守住中士。那么好了，走到这里看起来好像红方进攻不动了。如果说选择先退车吃炮的话，也是不错的一个想法。那么古朴在这里又走了一个士四进五，这步棋意欲何为呢？主要也是准备借帅助攻。此时黑方也没有办法呀，赶紧出车。那么走到这里之后了，如果说按照我们以前的常规思维，退车吃炮的话，再次出帅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那么可能当我们退车吃炮的时候，黑方有进车先吃我们的炮，那这样的话，通过退炮抓炮的话，再次车甩中路势必还要形成和我们一个交换。但是接下来这一步棋红方可以说是走出了天界的招法，来了一个车7退2，这一步棋意欲何为呢？这不是白送吃车吗？这里显然，如果说黑方直接平炮打掉，看起来不错，但是红方帅5平4，这样的话借助弃车抢夺一个先手，那这样的话，显然红方一步就是杀，黑方正好利用了有象无处飞的弱点。好，那这里不只能吃，他该怎么办呢？你不吃我的话，我接下来要吃你的中炮，吃完之后呢，进行了平顶贯杀棋。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铁门栓的阵型，黑方仅此想到一步，退车吃炮。实则他这里车8进3的话，吃炮也是一样的变化。那么此时红方平车吃掉，吃完之后呢，黑方也迫于无奈，赶紧吃掉。通过弃车暂时缓和一下杀棋。那么好了，走到这里之后呢，红方还吃着黑方这个炮黑方也只能缴械投降了。那么即便是你现在进车守住这个炮，同时这个炮还不能乱动因为你这个炮一旦闪开的话，红方出帅的话，这就是一个再次铁门栓。即便是你这里砍住的话，红方可以兵9进1，挺兵制马。将来在兵5进1的话，冲兵过河，再次有马5进3的话，全力压境的话，黑方也是招架不住。由此可见呢，红方在这里通过弃子战术是连连让黑方落入陷阱，抢先攻杀。我们继续返回到先前的局面，继续看他士4进5的变化。心想这个变化稍微比较顽强一点，那么此时红方又该如何行棋呢？兵7进1，同样是挺兵制马，黑方快速出车抓炮，红方马8进7，此时大军压境。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红方车9平8，黑方如果说稍微想走得稳重一点的话，车9平8快速出车，这里形成一个牵制。即便是红方炮8平9的话，平炮亮车的话，它可以平车压马。那这样的话，红方再次高车保马，这样呢，双方议成了军事，还可以势均力敌。但是黑方在这里依然是故技重施，那继续走了一个车2平3。难道前面失败那么多次还没有惨痛的教训吗？其实在这里古朴也是充分给我们说明一个问题，当你这个单马守住中轴的时候，始终要提防红方进炮下底，这样形成和中路炮遥互相应，二路夹击。同时也说明了你平车过来
压马的话，对方采取一个弃马战术势必把你这个车引诱到一个偏僻的地方。那么好了，此时我们继续看红方的精彩阵型。进炮一将军，黑方到底要不要退马吃呢？这里如果说你不吃的话，顺势能够炮8平9分边炮，同时不管你是退士还是飞象，接下来都有再次进车下2线。那这样双车一炮，包括中路在这里形成牵制的话，你始终有点招架不住。同时退士的话还能够吃6路炮。那么好了，我们看他直接选择退马吃掉，这样的话先解决掉后顾之忧。此时吃完之后了，黑方就后悔了，红方进去吃马，这里一吃平车砍象，就容易遭到杀棋。那么黑方现在也没有办法了，选择先吃掉马再说吧。此时红方又有2个变化。那么平车吃象的话，这里退士再次进炮打掉中卒一将军的话，也很容易形成一个绝杀。这个杀法我们在前面走过很多，我就不做过的演变。但是古朴在这里又给我们提供了第2个比较软的强硬招法，在软招里边还能够找出强硬的心态，这可谓是一种境界。好，我们直接看看古朴的走法，直接进炮打掉中卒。这步棋意欲何为呢？起初让我百思不得其解，难道高手看不到这一步平车砍象的招法呢？实则我们带着疑问再次往下观看2步棋就会发现古代高手行棋的思维高妙之处。那么这里打完之后，显然接下来平车砍象就是个绝杀。黑方要么将5平4出将的话，先解杀的话，将来即便是红方吃掉象，将请上2楼，但是红方也有飞象，这样的话再次进炮打掉中士的话，一炮破双士，势必也是红方赢棋。但是黑方在这里就走了一个车3平4，意在当你平车吃象，我可以退车回来进行防守。那么如果说真要走到这个局面的话，红方再次称士的话，那这样的话依然是能够从左翼形成铁门栓。但是红方在这里也来了一个将计就计，称士，这里吃车，先抓一步车，看看黑方如何表态。黑方顺势就退车抓炮。那么好了，走到这里之后了，相信细心的朋友就会发现问题。那么前面红方这里也没有退车吃炮，心想是有杀先看杀。那么这里为什么这样走呢？此时大家就会发现引诱黑方抓炮，同时这里炮打边卒的话，就形成了一个边打2怪。那这里打着9路车，打着4路车，黑方必丢1车，这样的话也形成了黑方不战自降。好了，今天这个思维也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龟背炮第2局，喜欢当头炮的朋友一定要过来看一看。我们直接进入主题，红方当头炮，黑方上马。红上马，黑方在这里抢先起横车，出直车，黑方退炮，这里就形成了比较经典的龟背炮。龟背炮的作用，它在2路线非常的通畅，同时灵活性比较强，将来弹性空间也比较大。走到这里，红方采取进兵，发起中路突破，黑方飞象补后中路，再次进兵，这里就打通中路，黑方进卒吃掉，依然双方挑起战端。此时红方上马，那么走到这里，关键招法前面我们一局已经提到过，本局我们再来复习一下。红方中炮现在盘头马，你什么时候走盘头马的时候进炮打卒，窥视中卒的话，我什么时候还击炮8平5，跟你来一个正面应对应。前面一局选择马5进4，本局采取马5进6。那这样走的话，他的目的上马踩象，再进炮打，开局一马破双象，有利于后续长兵器双炮双车作战。当然黑方要选择上马挡枪护住象。此时红方一计不成，另生一计，选择马6进8，目的是引诱黑方进炮打炮，在这里想他先打，
当然，它主要目的上马将军抽车，黑方上拐角马化解这个阵型。红方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你不打我的话，我将来就要打你的，同时还有出车。打完之后，黑方上马吃掉。那接下来目前来说，在棋理上面啊，黑方明显占优。红方现在这个马走到角落里，后方子力啊，目前来说没有出动，可以说千里迢迢奔袭到前方，影响其他子力出动。启动后方力量，马八进七，目的马七进五，想进再次中炮盘头马，进卒斜马，那也没有办法呀，活通马路进兵。接下来黑方上马，这步棋既亮出中炮给卒生根，同时也是上马窥视红方的中炮，进车巡河牵制。此时黑方启动后方力量，车一进一的话，快速出横车，黑方也出车，平车占据力道线。此时红方上马，那这里黑方就得要注意了，务必要防一手。比如说现在红方上马踩卒的话，黑方如果说进车捉双马感觉很不错，但是红方进兵正好利用黑方象卡住的车卡住的象腰，所以说在这里黑方选择进车先提前防守，那么红方选择侧翼出车，上马踩卒，踩完之后进卒捉双马，此时上马，目的引诱红，黑方平车吃马，将来回马将军反抽。那当然在这里啊，黑方肯定是不会上当的，同时红方这双马还是有一定的威胁。为什么这样说呢？虽然说黑方目前来说车马炮三子在这里既有灵活的组合，同时也有很强的防守，但是红方后方有一个当头炮，始终能够和前方双马形成一个汇合，主要是当头炮牵制。那黑方必走之棋上马踩掉当头炮，这样的话减轻威胁。那么好了，一旦拔掉你的后盾，前方显得劳而无功。接下来黑方进卒吃兵，目的引诱红方回马吃卒，然后踩着车。一旦红方这样走完之后，退车打马，那这个马前去无门，后退无路。当然黑方目前来说阵型比较稳固，红方箭在弦上也不得不发上马将军。黑方平炮，其实他很想平车吃掉中卒，但是黑方这里平炮是有目的的，前车后炮，进车砍底式。所以说在这里红方不能轻举妄动，选择称势。当然这里我们也回复一下棋友们，在很多情况下大家认为这里会不会能不能走士六进五呢？实则如果说看过局中秘，讲过很多斗炮局的，大家就不难发现，我们在任何时候称势的时候要看一下力道线，不要把自己的老帅的唯一逃生要道暴露在对方车口之下。所以说在这里红方比较稳妥的就是士四进五，黑方平卒实行了手拉手。接下来红方出车抓马，黑方顺势上马踩着红方这个马，那红方也没有办法，选择回马。此时黑方称势上马，这步棋既吸住黑方的炮，同时还踩着黑方这个车，但是这样走完呢，稍微有帮忙的嫌疑，因为黑方抓着车的话，他车四平六的话，既占据力道线，将来可以帅将五平六，同时也是封锁对方的老帅唯一逃生的道路。那么好了，走到这里，目前来说黑方已经呢阵型稳固，红方车双马没有什么攻势，只好采取启动小兵，因为他的子力不好出动啊。黑方出将，摆脱这一个卧槽马的牵制。接下来有平炮打马，当然他也有进车吃进兵。先前这里进兵，同时也是引诱黑方上马吃掉，想进车捉死马。那么好了，棋友们在这里可以思考一下，接下来黑方走了一个比较凶狠的棋，
看你能不能想到呢？首先说明一下，红方车双马这个阵型呢，它没有任何攻势。这个车在这里又过不来，此时黑方选择车9平8，这是什么目的呢？就这里跟你强行对车。如果说你这个车闪开的话，进车下底，结合内道车以及千里照将，迅速沉杀，只好硬着头皮吃掉，回炮打掉。打完之后瞄着双马，那么好了，这里红方又该如何摆脱这个危机呢？这里红方选择了进车跟我们腰对，实际上这里平车对掉，你回马踩掉，再次平炮打掉也还是可以的。显然黑方还是占优，包括前方还有双卒，明显黑方兵强马壮。但是稳妥起见呢，这里黑方并没有选择贪吃，进车卡住相腰，下一步棋暗藏有进炮，然后借助老将进行了底线绝杀。那么现在红方也没有办法，这里打着马呀，先逃一个吧。此时上马，车马前方上马就是个绝杀。他很想走平车占据7路线，这里看守，但是有平炮打马。当然呢，或许退车回来的话，感觉也可以进炮下底。在这里看起来黑方这个炮还在老家，实际上对前方红方的子力有非常大的牵制，那没有办法，仅此称是挡住马。那接下来红方就采取了妙手运子，进车先将一军，将5进1，平车吃士，瞬间借助这个高调马的优势破掉双士。现在红方这个车调不过来，如果说马走开的话，也没有好的位置。当然回马的话，这里感觉也还可以，他也是担心这里被牵制，选择退车。此时退车吃士，下一步棋进车就是绝杀。红方抢先平车占据内道线，这里先手来一个将军。那么好了，这里大家要看看黑方这步棋走得非常的高明，炮8平6，看起来是为老将挡枪，实则是平炮过来，借助红方这个车成为炮架，使得你这个老帅依然是来不了4路线，下一步棋进车也同样是个绝杀。那么现在古朴选择的是退象的变化，为老帅上3楼腾出一个道路。当然呢，我们接下来也为大家介绍一个新的精彩招法。我们首先看红方退象，那这里黑方进车将军，那没有办法，仅此一步，帅5进1。当然接下来进卒就是个绝杀，也不用多深事端。那么这个车反倒在这里借助黑方这个炮，把自己的这一列4路线进行了一个封锁。好，我们返回来，当然这里如果说车走开的话，平车闪开的话，我们就如何沉杀呢？这里又借鉴了一个精彩的杀法，送佛归西。当然黑方依然是退车将军，帅5平4，此时再可以平卒将军，马控制老帅来不了中路，车控制底线。那现在这里将军无论你是回马还是平车的话，那这里都是进卒，将来依然是进卒沉杀。你这里回马的话也是白送人头。好了，棋友们，今天第2局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下象棋会用马而不会用炮，是不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呢？那么今天我们将结合古朴局中秘，为大家介绍非常巧妙的用炮手法，同时也说明了今天这一局红方采取弃双车一马，快速攻杀。好，我们直接进入主题，红当头炮，黑顺炮。此时红上马，黑也上马。红方抢先车1进1出横车，黑方车9平8出直车，这就形成了非常简单的顺炮横车对直车的变化。接下来红方车1平6占据内道线，黑方并没有选择深车过河，而是走了一个士4进5。这一步棋看起来有劣处，
其实它也有一个好的走法，既补后中路，同时也防止红方车6进6的话进车过来抓炮抢夺这样一个先手。此时红方进车卡住，这里导致一个输棋的主要点呢，就是这步棋补士，同时把将门暴露在红方车口之上。黑方马2进1，防止平车过来吃炮压马。此时红方兵7进1，为什么说走这步棋呢？如果说走其他子力的话，黑方有卒3进1的话，挺卒制马，显得红方右方的子力备受牵制，出子速度比较慢。好，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黑方车8进6，深车过河，准备平车吃兵压马，红方抢先马8进7，平车吃掉。这也是刚才为什么这里补后中士，主要是平车吃兵压马的话，这里有进车吃马，红方就没有进炮打中卒这样一个抽车的手法，同时也说明大家都是当头炮补后中路也是势在必行。好，那么走到这里之后，红方直接马7进6，可以说这步棋一马踏四方威风八面。前面棋友们应该见识到了，前面4局用马的技巧，以马换炮非常的精彩。这里既有马6进7、马6进5以及马6进4的话，前踩马后炮，后踩车。好，那么其实黑方很想走炮2平3以及炮2平4，主要是一个思路就是车1平2出车，因为这里有炮以及车把黑方这个一路车封制的死死的，出不来。但是走那个棋之前呢，他还必须得走一个卒7进1，防止我们上马前踩马后炮，后踩车。好，那么走到这里之后了，红方又该如何抉择呢？前面我们有一计不成呢，再生一计，直接马6进7的踩掉3路卒，再次马7进5掉中炮，这个手法非常的精彩，棋友们可以结合前面4个视频一起观看一下。本局我们为大家介绍新的变化，兵9进1。这步棋看起来好像微不足道，实则为后续的出车做了一个非常好的铺垫。那黑方目前来说，其他子力也不好开展，而是选择了一个卒7进1，可以说是这步棋应该是一个败招。比如走炮的话，或者是选择快速出车这样一个思路稍微好一点，也就这步棋稍微有点配合的嫌疑。此时红方依然是兵9进1，黑方进卒吃掉，吃完之后进车。那么这里红方显然通过巧妙的对调兵卒迅速达到一个出车战棋和要道。那么走到这里，黑方又该怎么走呢？他很想走炮2平3以及炮2平4。首先我们今天看他炮2平3的变化。那这里一走的话，显然他想出车抓炮，此时红方不给他机会，直接平炮平车，这里封着住。那黑方目前来说其他子力不好开展，这个车在这里刚才通过进卒的话，又把这个车自己好像有点压制，选了一个卒7平6，也是想接下来这个卒在这里有一定的威胁力度。恰恰这一步棋一走完之后呢，红方就采取了直接一个爆破进攻的手法。好，棋友们可以跟着一起思考一下，如果说你是红方的，接下来如何行棋呢？如何采取有效快速突破呢？此时红方就直接来一个上马踩着中卒，黑方马踩不踩呢？如果不踩的话，我这里踩着你这个炮直接上马踩掉，此时红方进炮打掉。这也是刚才黑方一看呢，你红方是不是失算了呢？你这里打完没有将军呢，我这里顺势进去就把你这个马给吃掉了。显然红方现在双车双炮，黑方双车双炮马，黑方进多一大子，这里还咬着红方这个炮，是不是红方失算了呢？接下来红方刚才通过弃子的话，是有非常强硬的攻杀手法。棋友们看看你能不能一眼看出红方这里有杀棋呢？也可以暂停一下手机屏幕。好，我们话不多说，直接为大家走出来。红方弃车砍掉马，这步棋是不是突破你的思维呢？很难以想象这里就敢弃车黑方怎么办呢？这里有进车直接吃掉，当然还有第二个古朴没有走出的变化，我们通过人工智能拆解平车吃炮，形成一个4车界面的手法。首先我们看它直接进车吃掉，此时不仅弃掉一车，再弃一车，平车砍中士，这一将军，黑方怎么办呢？
如果不吃车的话，出帅的话，出将的话，这里进炮下底绝杀，忍无可忍吃掉，此时为时已晚，进炮绝杀无解。大家有没有觉得红方啊，目前来说弃双车，而且一马采取一个有效前方快速攻杀，非常的精彩呢？好，我们这里返回来，当然了，这里还有第二个比较巧妙的变化，就是在这里，当红方进车吃完马之后，黑方他可以选择不吃你这个车，而是平车吃炮。这里采取一个4车见面，如果说你退车吃我车的话，我退车吃你车，这样不起感觉比较顽强。实则在这里，红方依然有巧妙手法，进车吃掉底车。那你敢不敢吃这个车呢？如果说此时直接吃掉的话，平车砍象，绝杀无解。黑方也没有办法，迫于无奈，赶紧平车占据内道进行防守。此时依然平车吃象，这里江浙军呢，仅此再次退车回来。那好，这里又是小小的关键点了，感觉我们好像接下来平车吃车的话，对调车单车炮胜双炮也是可以的，但是这样的话稍微多生事端。比较强硬的就是车8进1，形成了双车联手，底线再给他来一个吸星大法。此时黑方这个车走不动啊，也仅此平车砍掉我们这个车。即便是你进炮打兵的话，我们双车砍车绝杀。好，平车吃掉。好，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两个非常精彩的弃车手法以及吸星大法在底线进行一个绝杀，非常的精彩呢？如果说觉得不错，请为我点个赞，在此也非常感谢。那这里是黑方炮2平3的变化，接下来我们继续看黑方炮2平4，这里又是今天非常精彩的部分。此时红方该如何突破呢？感觉好像有上马踩着中卒，依然是故技重施，黑方马七进5啊。但是黑方当你红方踩的时候，黑方完全可以不用理会啊。这里就形成了他这个炮占据内道，你这里再次弃车了，反而劳而无功，他随时有退炮回底线进行一个防守。同时这里不吃你马的话，选择车1平2的话，这里出车抓炮，既有马踩马，车吃炮，还有车压制住你这个3路马，显然红方3个子力备受牵制。所以说红方这里如果说上马踩中卒的话不太合适，那该如何走呢？依然是马6进4，这一步棋强行换马，可谓是一招致命，突破思维。首先我们可以看这里，感觉好像我可以不理会你你吃我马的话，我可以平炮打掉。但是这里踩着车怎么办呢？感觉有平车过来抓马，但是红方可以马4进5的话踩掉你中炮。不管你象吃还是退车回来防守，红方都有进炮过来形成一个牵制，这样的话又演变了前面4局的内容。好，这个变化棋友们可以结合前面视频往前翻看一下。黑方迫于无奈直接上马踩掉，此时红方平车吃马。好，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黑方心想目前来说交换完毕了，赶紧车1平2，选择抓炮。这里抓炮，这里吃点马，红方该如何走呢？棋友们，你们有没有平时下棋时常遇到2个子备受牵制的时候呢？好，大家可以跟着一起思考一下，接下来这招棋也是突破我们的思维。红方直接采取进炮压制车，这里就弃马，这是需要非常大的胆量与勇气的。那黑方怎么办呢？红方难道这里走的话直接弃马是有什么后续的手段呢？这里我们可以简单的说明一下。首先不让你黑方出车，同时这里有平炮暗瞄中士，这里也是引诱黑方吃马。此时黑方没什么好棋可走，进车吃马，吃完之后呢，中炮发出，一炮正5子。好，那么走到这里就是今天最为精彩的部分了。接下来红方有退车吃炮，这样的话感觉你黑方也有退车进车吃炮了，但是吃完之后呢，红方可以车4平6，双车联手进行了强行铁门栓绝杀。那黑方这里眼看吃炮不成呢，此力也走不动，选择一个车7退1，心生一计，心想如果说你吃我的话，我可以平车吃掉你中兵的话，这里一将军抽掉你中炮，但是红方抢先了平炮打掉中士。
这步棋啊，从中路进入9宫强行突破，黑方怎么办呢？士6进5的话，如果是吃掉的话，平车砍中士的话，车占花心的话，内道车下着就是双车错绝杀，也没有办法啊。所以说他选择平车吃兵，先抢夺一个先手。这里一将着军呢，红方士4进5。好，那么走到这里又是非常关键点的时候，黑方面临着红方啊，既有中炮、双炮形成弹子炮，同时啊内道有双车，这样的话很容易进攻绝杀。比较强硬的就是帅5平4，这样一走的话，黑方眼睁睁的看着进车下着进行绝杀。你这里退车砍炮了，他依然打回来，显然得不偿失。怎么办呢？进车啊形成双车联手。其实这里还有第二个变化，就是卒7进1的话，将来也是准备啊平车形成一个交换，把我们这个内道车赶走。那这样一走的话，显然他就暴露了他的思维，准备啊双车，既跟我们对车，同时啊要占据内道，赶走我们的4路军。啊，红方又该如何突破呢？这里又是今天突破思维的手法，炮5平2，这步棋可谓是妙到好处，既中路将军，同时也是有移形换位，准备从底线进行了突破。那黑方怎么办呢？第一个退车吃炮，显然红方这个炮没有跟。第二个是平炮闪开。首先我们看退车吃炮的话，这里显然中炮以及车对红方帅有所牵制。这里红方要注意不要着急进炮。如果说你进炮的话，他这里有平车占据内道跟你对车，当你这里抽着车你只好，我们首先演变一下进炮的话，他这里平车将军，你还不好飞象，这里吃着车感觉好像有平车，但是他退车这样一守的话，显然红方劳而无功，还延缓脚步，子力受牵制。所以说在这里红方比较好的走法，暂时先不要进炮，帅5平4的话，既摆脱牵制，同时接下来进车砍底士就是个绝杀，他这里也没法平炮以及平车，仅此称是。好，那么走到这里接下来进炮下底一将军呢，无论是黑方象7进9还是退士的话，红方都是进车下底绝杀无解。这也是前面这里弃炮精妙的手法，采取移形换位，从底线突破。好，我们这里返回来再看他第二个不吃炮的变化。当红方平炮过来的时候，黑方不吃炮的话，但是他要解将炮5平8，既盖住我们这个炮，同时摆脱中路的将军，还有一个进炮下底这样一个手法。刚才帅5在原位那红方又该怎么走呢？此时这里来了再次一个弃炮，黑方敢不敢吃这个炮呢？如果不吃的话，红方平车，接下来平车这里一将军的话，只能称是容易形成平顶贯杀棋，也仅此再次退车吃掉。这里红方采取巧妙的移形换位结合弃炮的手法，打破黑方双车联手。双车一旦不能同线，不能跟我们对车的话，此时再来一个帅5平4，眼睁睁的看着我们进车下底砍士绝杀。此时他这里将军也是为时已晚，来不及，他没有杀棋我们可以看称士，再次进炮下底将军，即便是退士的话，依然是进车绝杀无解。好，大家有没有觉得今天的弃车的手法，用炮10字炮杀法，同时还有这里采取弃双炮精妙手法，非常的精彩呢？如果说觉得我讲的还可以，对你有所帮助，欢迎点赞、评论区交流。在此，小刀也非常感谢各位热心的棋友。各位棋友，今天我们继续左马盘河第6讲，我们就快速走到棋局的分界点，快速排兵布阵。红方出车，黑方也出车，进车过河，黑方上马。走到这里，接下来有进卒形成两头蛇之势，红方抢先兵7进1，既挺兵制马，同时也是为马8进7活通马路做准备。黑方上马，红方也上马，这就形成了当头炮过河车，
左马盘河，基本的对抗阵型。接下来黑方走的比较稳重，车一进一，形成一个快速出车。那现在红方打通中路进兵，因为黑方的中路还是比较薄弱的，这也是中炮盘头马主要一个进攻思路。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黑方挑起战端进卒，既吃着兵又回马踩着车，抢夺一下先手。红方比较好的走法就是车二平四跟住马，黑方进卒吃掉。这里就看红方如何抉择交换。如果说你直接吃的话，这里吃完之后有一个小卒的优势，同时将来有车一平七的话，形成双车炮，包括前方有一个先锋卒的话，这里是有一个很强大的进攻优势。那么在这里红方选择继续进兵，那黑方炮八平五，既补后中路，将来又有反弹之势。此时红方再次冲兵吃掉，黑方也不得不上马吃掉，因为这里威胁着炮，如果说退炮的话，这个小兵在这里形成了非常大的威胁。那么好了，棋局发展至此的话，现在红方有几个抉择呢？平车吃马、退车吃马，还有回马窝心。那么前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两个走法，平车吃马或者说回马窝心，这两个走法稍微都有点软招。它还有第三个走法车九进一，第四个走法退车吃马。今天我们继续看第三个走法车九进一，相对而言更加积极一点。那么现在黑方又该如何行棋呢？这两个马是黑方必须要解决的重点问题。首先说明他这个中路马是离不开被红方这个炮牵制，即便是你进炮打掉，他还是可以平炮给你翻掉之后呢，依然是对中路有所牵制。那势必这个六路马就是要解决问题的关键。实际上在这里黑方有两个走法，可以说一好一差。比如说首先我们看他逃马的变化，经过前面一局的优势，我们选择马六进八，看起来很不错将来有这个小卒，既可以进卒吃马，同时也可以护住这个马马六马八进六的话，既有卧槽又有挂角，看起来很不错。但是红方这个车九进一的话，守住下二线，这个马就没有任何攻击力度。同时此时红方可以大胆平车吃马，因为下一步棋进车吃炮，这里就有很大的抽子的威胁。现在黑方是称士呢，还是炮五退一呢？比如说你称士的话，无论你士六进五还是士四进五，它都有车九平六、车九平四占据将门，将来等红方称完士之后，容易形成铁门栓杀棋。那么好了，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它比较顽强一点的话，就是炮五退一，也是防止你这里抽。那现在黑方又该怎么走呢？显然黑方这里目的平炮要打车，红方称士补后一下，现在就可以抽了，既有抽车，同时又隐藏着有杀棋。你这里进卒吃马都来不及，因为红方这个炮实在太厉害了。那可能有朋友会认为，我现在打车是不是能占一点便宜呢？实际上你这样一走的话，红方正好来一个车五平六，接下来有帅五平六，还有车九平六，双车夺底式就能够形成杀棋。你这两个炮被完全牵制住。当然看起来这里好像还有一个走法，我能不能进炮给你打掉呢？这里不就多留了一个道路了吗？实际上这步棋稍微有些推波助澜，因为红方依然是平炮打掉先手将着军。现在你炮离开的话，上马将军连上马带进攻的话，可以说这个阵型黑方招架不住，那只能选择称士，他还只能选择士六进五，因为如果说士四进五的话，出帅这就没棋了。那现在这样的话，车九平六依然有铁门栓杀，只能将五平六。此时平车一将军，现在这个老将出来容易，但是回去就比较难了。比如说将六平五的话，那么好了，帅五平六，
这步棋就是个绝杀无解，守都守不住了。所以说在这里他只能选择平炮挡枪。接下来红方马三进五的话，可以说这个棋局啊，红方可以快速拿下阵营。我们在这里分析一下，双车占据内道线，同时还中路马炮，一旦破掉双士之后啊，可以说快速能够绝杀。同时红方的子力形成一个正面进攻，黑方两个车啊看起来还是可以防守，但是兵力分散，始终握不成一个拳头。看来黑方在这里选择逃马的话，容易遭到红方的先手。那么黑方这里比较好的就是进卒吃掉马，接下来就进入了双方精彩的对攻棋局。现在红方退车吃马感觉也可以啊，平车吃马也不错。但是当然在这里车9进1的话，就是为了给我们展现出非常精彩的棋局。它比较好的就是车9平4，这里显得比吃马的话更有积极的走法。因为现在黑方这个马呀走不开，中路马又被牵制，这样的话一车一炮，使得他的子力反而变得比较被动。那现在这里也没办法，他进车守也守不住，马跳开的话进车砍士杀棋。那没有办法，黑方最好的走法就是车8进3，目的是对掉这个车。那现在红方要不要对呢？对完之后会不会占优势呢？实际上这是黑方最为期待的走法。比如说平车对掉，黑方回马吃掉，看起来红方有进车捉双，实则黑方上马的话，这里相位马进可攻退可守。现在这里踩着车，平车吃完之后还有很大的威胁。当然黑方这里有上马，这里一将军的话，帅5进1，此时黑方再次补后中路的话，你这里既没有抽，同时他的车炮被牵制，而且帅位不安，将来车1平4的话，再次将5平4，形成了快速杀棋。当然在这里这个变化继续往下发展的话，黑方也是明显占一点小优势。如果说红方想摆脱牵制，同时打破这一个阵型的话，选择进炮形成一个对子交换，飞象吃掉，吃完之后这里可以选择平炮把马打掉。当然这一轮交换完毕之后呢，虽说双方子力势均力敌，但是黑方始终有这样一个小卒在这里威胁，可以战线继续往下拉长的话，显然大家都是耗时耗力。经过演变，红方主动吃车的变化不占任何便宜。那他比较好的走法就是进车吃马，先吃你一个占点小便宜，同时形成霸王车。那这里还有杀棋，黑方也不得不选择交换，进车吃掉。吃完之后，这个中路黑马依然是无处可逃。那黑方想保住马的话，仅此炮2进1。那这里走完之后，红方又该如何进攻呢？看起来马7进6很不错啊，实则这步棋是容易走出败招。我们直接看一下，上马这里是马踩着马，你炮打的话我平车吃，但是黑方有一个先手进炮给你打掉，打完之后你要不要吃炮呢？如果说上马吃的话，我这里可以退炮形成空头炮，将来快速出车的话有一定的攻势，你的车马反而被我这个炮形成牵制。当然如果说你回马吃炮的话，我可以上马的话，反正吃了你一个炮，吃完之后这个变化走完，相对而言黑方不吃亏，平炮打着车，马又护着卒。如果说进去抓马的话，黑方稍微简单一点，可以把你中路这个马给你换掉。这个走法红方不占任何便宜。所以说红方在这里看起来棋非常的妙，但是实则也是有很多的小小伎俩在里面。他比较好的走法就是现在这个炮守住这个马，那他这个炮2路炮势必就能够成为我们进攻的方向。那红方选择冲兵，这步棋就来势汹汹，能够打破你这个阵型，使得黑方比较被动。
那么黑方又该如何四两拨千斤，妙手化解呢？这里就出现了车一平3尤为重要。现在红方这个兵呢，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吃。因为稍微疏忽的话，黑方称势之后，这里既有跳马将军，还有上马吃兵抢夺先手，这里还带着抽车。所以说红方选择直接冲兵吃掉，这里也给黑方设计一个小心思。那么这个棋局按照我们常规思维的话，肯定是进车吃兵，但是这样一走的话，就很容易受被动。我们不妨演示一下进车吃掉的话，那么好了，这个车拉住了你这一串，此时红方可以上马，马踩着马，马还踩着车，首先说明车不好离开呀，这里丢着子吃着串，那你看起来能够车3平4。马一旦跳开的话，你进车砍底士，这里将军先弃后取，再有炮打车，看起来很不错。但是红方在这里可以先来一个等招，这个马不动，不给你砍底士的机会，平炮打掉卒，打完之后，这里就很明显了，你的子力备受牵制，然而红方呈一个进攻状态。那么现在黑方想摆脱这个局面的话，就只能选择进车吃交换。这里即便是交换的话，黑方也是容易丢子吃亏。那么现在这里既有进车吃炮，同时又有平车吃炮，看起来这个车走不开呀。那么现在你是要退炮呢，还是要乘势补后中路呢？实际上这两个走法都不太合适。比如说你退炮的话，这里进炮先给你打掉，打完你吃不吃的话，我这里都有平车吃你这个炮，你逃炮的话，我这个炮也能够逃开。这个棋局发展呢，红方显然多一个炮，红方占优。那么当然在这里你如果说称势的话，那更好，进炮打掉炮，先手将军无论你象飞不飞炮，都有平车再次吃你这个炮。那这样的话，同样形成交换的话，黑方显然会多丢大子，棋局发展也是红方能够占优，锁定胜局。看来红方这个小兵还不能随便去吃，那么黑方又该如何抉择呢？这里显然子力非常的被动啊。其实在这里只需要一步缓招，比如说你平兵吃炮的话，那我进车吃马，你吃我马的时候，我平车吃炮，形成一个交换，这样棋局发展下来了，相对而言会形成一个和局。那么黑方比较稳妥的就是此时士4进5，把主动权交给红方。红方现在如果说平兵吃炮的话，那这里和前面交换呢相差无异。那他这里还有另外的走法，就是此时选择上马。其实这里如果说上马的话，我们首先看刚才这一步补士的话，就显得格外重要。这个马一旦跳开的话，无论跳到哪里，既有抽，同时还有平炮打车，把这个车给抽掉了。所以说当黑方称势补后中路的时候，这个马就能够抽子，红方也不得不先发制人，进炮直接给你打掉。黑方飞象吃掉，此时平兵吃炮呢，还是平炮打卒呢？实际上这两个变化走完之后，都会形成和棋的局面。那么我们可以看，在这里平兵吃炮，进车吃马，依然是再次吃子。所以说红方比较好的就是平炮打掉，黑方进车吃兵，这里吃完之后依然还有一定的牵制。那么接下来红方比较好的就是马7进8，如果说马7进6的话，这里上马踩掉又护着这个车，显然红方丢子。现在上马踩着车，黑方选择进车吃马，形成交换，红方平车吃掉，黑方吃马。好了，棋局继续往下发展呢，双方都是士象全单车炮，这个走法相对而言比较积极，而且在最后的残局攻杀里面呢，还是有很多技巧了。好了，棋友们，今天这局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